大伯娘，你明年开春，让你男人往东边走，别往西边走。东边有个砖厂招人，西边的煤矿要出事。自打从我能记事起，我脑子里就总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往外冒，比如隔壁王大爷家的母驴啥时候下崽，比如村东头李婶子的鸡明天会丢，比如我根本就不是这家的人。这事儿我算出来1年多了。那天奶奶打我的时候，一巴掌扇在我后脑勺上，我眼前一黑，脑子里忽然就冒出一串画面，一个男人抱着娃娃跑得飞快，拐进巷子，7拐8绕，最后把娃娃交给了奶奶。奶奶掏出一沓钱，数了数，递给那男人。那男人接过去，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又数了一遍，咧着嘴笑了。奶奶抱着娃娃进了门，逢人就说：“我闺女在外头生的，男人没了，送来给我养。”那个娃娃就是我那时候2岁，刚会走路。从那以后我就知道，这个家不是我的家。这个天天打我骂我的奶奶不是我亲奶奶，那我的亲人在哪？我又算，这一算可不得了，我爸是部队的，还是个首长。至于什么是首长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隔壁二狗子他爸当兵，每年回来一次，穿身绿军装，可神气了。二狗子说：“我爸是班长，管10个人呢。”我心想，我爸是首长，那至少得管100个人吧。后来我捡了张报纸，上面有张照片，一群穿军装的人站成一排，最中间那个长得最严肃，站得最直，那个首长长得像我，眼睛像我，鼻子像我，下巴也像我，就是他了。所以今儿个奶奶把我赶出来，正合我意。他不赶我，我自己也要走的。至于去哪儿，我抬头看看天，雪还在下，但我知道往哪儿走。往北30里地有个镇子，镇子上有汽车站，去县城坐火车就能到那个军区。问题是我没钱，我低头看看自己光着的2只脚，琢磨着这双脚能不能走30里雪地，应该能吧，反正冻得没知觉了，走断了我也不知道疼。正想着，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，丫头你等等。我回头，大伯娘裹着棉袄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追上来，手里拎着双破棉鞋，还有块用油纸包着的什么东西。快穿上！这么冷的天，光着脚走，你是想死啊？我看看他没动。大伯娘平时也不怎么搭理我，顶多是在奶奶打我的时候象征性的拦2句。她有自己的闺女要管，哪有心思管我这个外人？愣着干啥？你脚都冻紫了，快穿上！我任她摆弄，低头看着她。大伯娘，我忽然开口：“大伯嫂，你不怕奶奶骂你？”骂就骂吧，还能打死我不成？你为啥对我好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把棉鞋给我穿好，站起来，把那包东西塞我怀里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。我就那么看着他。我那闺女当年要是活着，也该你这么大了。我心里一动，我知道这事儿。大伯娘头一胎是个闺女，生下来就没了，后来她才生了我那个堂姐。我就是见不得孩子受苦。这是2个窝头，还有点咸菜，你路上吃。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别再回来了。大伯娘，你明年开春，让你男人往东边走，别往西边走。东边有个砖厂招人，西边的煤矿要出事。他愣愣地看着我，半晌点点头，什么也没说，转身消失在雪里。我低头看看怀里的油纸包，又看看脚上那双破棉鞋，棉鞋有点大，但暖和。我吸了吸鼻子，迈开步子往北走去。雪越下越大，天也越来越黑。我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只知道身后的村子早就没了影，四周全是白茫茫一片，偶尔有狗叫声远远传来，又很快被风雪吞没。脚上的棉鞋早就湿透了，冻得梆梆硬，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响。那2窝头我舍不得吃，揣在怀里贴着肚皮，用体温捂着。冷是真的冷，也是真的饿，但我不能停下来就得冻死。这我算得出来。正走着，前面忽然传来一阵车轱辘碾雪的声音。我抬头看见一辆牛车晃晃悠悠的过来，赶车的是个老头，戴着狗皮帽子，缩着脖子，手里鞭子有一下没一下的抽着。牛车上堆着几个麻袋，麻袋中间蜷着个年轻女人，怀里抱着个孩子，脸冻得发青。老头看见我，勒住牛：“丫头，这大晚上的，一个人往哪儿走？”“往镇上走。”“镇上还有10几里地呢，你这小身板走得动？”我没吭声。老头看看我的脚，又看看我的脸，叹口气：“上来吧，捎你一程。”我没动，不是我不领情，是我刚才算了一卦，这老头是个好人，但他车上的那个女人不是好人。那女人见我站着不动，搂紧了怀里的孩子，往麻袋后面缩了缩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他怀里的孩子，那孩子睡着了，脸蛋红扑扑的，穿的倒是厚实，跟他妈身上那件薄袄子不太搭。“丫头，上不上来？不上来我可走了。这鬼天气，冻死个人。”我收回目光，爬上牛车，挨着麻袋蹲下。老头一甩鞭子，牛车又晃晃悠悠地往前走了。雪还在下，落在麻袋上，落在我头上，落在那女人身上。那女人偷偷打量我，我也偷偷打量她。她20出头，长得还算周正，就是眼神飘忽，看人的时候总是躲闪。她怀里的孩子睡得死沉，这么冷的天，这么大的动静，愣是没醒。不对劲，我正琢磨着，那女人忽然开口了：“小丫头，你一个人走夜路，家里人不担心？”“没家里人。”“啊，那你这是去哪儿？”“找我爸。”“你爸在镇上？”“不在镇上。”“那在哪儿？”我没回答，
他讪讪地笑了笑，没再问。牛车走了大概半个时辰，远远的能看见镇上的灯火了。老头回头问丫头，你在哪儿下？我说随便，到了镇上就行。老头点点头，把牛车往镇口赶去。就在这时，妈妈，我要妈妈！别哭了，再哭把你扔下去！我盯着那女人，又盯着那孩子。孩子4、5岁的样子，穿着红底碎花的小棉袄，棉袄上绣着几只小鸭子，针脚细密，一看就是新做的。这孩子长得跟这女人一点都不像。我又看了看那女人，她穿的是靛蓝色的旧袄子，袖口磨得发白，领子也歪了，跟孩子那一身崭新的衣裳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孩子刚才喊的是我要妈妈，不是我要妈。妈和妈妈不一样，我们村里人喊娘，喊妈妈的是城里人。这孩子的口音也不对劲，他哭起来那腔调软软糯糯的，带点南方味儿，跟我们这疙瘩的粗嗓门完全不一样。我心里有了数。牛车进了镇子，在一家车马店门口停下来，老头跳下车，把牛拴在桩子上，回头冲我们喊：到镇上了，你俩下去吧。那女人抱着孩子，手忙脚乱地往车下爬。我忽然开口：阿姨，你这孩子长得真白净，随谁呀？随他爸。这孩子睡得真沉，刚才那么哭，现在又睡着了。我奶奶以前给我吃过一种药，吃完就睡，睡醒了啥都不知道。她说是安神的。拐子阿姨，你给雅雅吃的也是这个吗？那女人脸色刷得白了，她盯着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又很快压下去，挤出个笑。小丫头说笑了，我这孩子就是爱睡觉，没别的事儿。是吗？那他刚才为啥喊我要妈妈？你不就是他妈妈？那女人脸上的笑彻底僵了。旁边的老头本来已经要去给牛喂草料了，听见这话，转过身来，狐疑地打量着那女人。我自己的孩子还能有假？我没说假，我说我就是好奇。你看他穿的这袄子，绣的小鸭子，针脚这么细，料子这么软，得花不少钱吧？你看你穿的这袄子，袖口都磨白了，领子歪成那样，也没人给你缝，你自己都舍不得穿好的，给孩子穿这么好。你这是啥意思？没啥意思，就是想问问这位阿姨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那女人抱着孩子转身就跑，可她穿着那薄袄子，抱着个孩子，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能跑多快？老头一把揪住她的后脖领子，把她拽了回来。站住！跑啥跑？心虚了是吧？那女人尖叫：“你放开我！我喊人了，拐孩子了，有人拐孩子了！”她这一喊，车马店里顿时涌出来几个人，有住店的，有店小二，还有掌柜的，都围过来看热闹。那女人见人多了，哭得更大声了。救命啊！这老头和这丫头拐我孩子，他们想抢我孩子！他胡说八道的，是这丫头说这孩子不是她的。所有人的目光刷地转向我，那女人哭得更凶了。肯定是拐子故意盯上我这孩子的。阿姨，你说这孩子是你的，那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儿？那女人一愣，哭声卡在嗓子眼里。我往前走了2步，说啊，他叫什么名儿？叫雅雅。雅雅？那他姓什么？他爸叫啥？姓张，他爸叫张大山，家住……那女人眼珠子乱转，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人群里安静下来，老头来了精神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自己孩子说不出家住哪儿，你骗鬼呢！”那女人恼羞成怒，一咬牙，把孩子往地上一放，转身就跑。可她还没跑出去2步，就被几个壮汉按住了。人群里有人喊：“报官！报官！这肯定是拐子！”孩子被放在地上，哇的一声哭了。我走过去，蹲下来看着他，他哭得满脸是泪，鼻涕都流出来了，可怜巴巴的。我伸手笨拙地拍了拍他，他抽抽搭搭地看着我。半晌，我小声说：“别哭了，我帮你找妈妈。”真的吗？真的。他忽然扑过来，一把抱住我的脖子，哭得更凶了。我被他抱得喘不过气来，只能拍着他的后背，由着他哭。旁边老头看着直叹气，这世道，拐孩子的都该枪毙。掌柜的已经去报了官。不一会儿，2个穿制服的赶过来，把那女人押走了。临走时，那女人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恶狠狠的，我当没看见。老头走过来，蹲在我面前，满脸复杂。丫头，你咋知道那孩子不是他的？掐指一算，老头愣了愣，忽然笑了：“你这丫头倒是有意思。”他看看我，又看看我怀里那孩子，问：“这孩子咋办？”我先带着。你带着？你自个儿都还是个孩子。我5岁了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半晌，他从怀里摸出几毛钱，塞到我手里，拿着买点吃的。我低头看看那几毛钱，又抬头看看他。他说：“别看我，我没钱，就这么多了。”我忽然问：“大爷，你姓啥？”姓周，咋啦？周大爷，你明年开春往北走，别往南走。啥意思？
北边有个工程队缺人，南边的河明年要发大水。他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我。我抱着孩子，转身走进夜色里，雪还在下，但好像没那么冷了。军区的门走了3天，我终于到了。军区的大门比我想象的还要气派，灰色的大砖墩子，铁栅栏门又高又宽，门两边站着2个兵，背着枪，站得笔直。我蹲在马路对面的墙角，远远地看着。姐姐，他小声问：“你爸爸在这儿？”他怎么不来接你？我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他不知道我来了。”哦，他点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他长啥样？”我从怀里掏出那张揉得皱巴巴的报纸，指着上面那张照片，就这个。他凑过来看了看，认真地说：“跟姐姐长得好像。姐姐，你咋知道你爸爸在这儿？你也像我一样被坏人抱走了吗？”我扭头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眼睛又大又圆，亮晶晶的。我想了想，差不多吧。他哦了一声，又缩回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小声说：“姐姐，我也想找我妈妈，你能帮我找吗？”能。他眼睛亮了一下，又按下去。可是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儿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算。他歪着头，不太明白。我没再解释，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牵起他的手，走，找爸爸去。军区门口，2个哨兵看见一个穿着破棉袄、灰头土脸的小丫头牵着另一个更小的丫头走过来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找我爸。你爸是谁？你们这儿的首长。哪个首长？叫什么名？不知道叫啥，就知道他长得像我。小丫头，这可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快走！我没胡闹，我爸真在这儿。走走走，再不走我撵你了！雅雅被吓得往我身后缩了缩，小手攥紧我的袖子。我没走，我仰着头看着那个哨兵的眼睛。叔叔，你是不是姓王？老家在山东，家里有个妹妹，去年嫁给了村里的木匠。你回去喝喜酒带回来的煎饼，连长不爱吃，偷偷给了隔壁班长。你咋连这都知道？我没回答他，转向另一个哨兵。叔叔，你姓李，老家在河南。你妈身体不好，老咳嗽，你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。你有个对象，在老家当老师，你们准备明年结婚，但你不好意思跟领导开口请婚假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叫朵朵，来找我爸的。我爸是你们这儿的首长。你等着，我去汇报。他转身跑进门岗，抓起电话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着4个兜的军官匆匆走出来，身后还跟着2个人。那军官30来岁，中等个子，长得挺精干。他上下打量着我，目光里带着审视。小丫头，你说你来找你爸？你爸是谁？不知道名字，但他长得像我。旁边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，那军官没笑，继续问：那你从哪儿来？300里地外的刘家庄。你一个人来的？还有他。那军官看看雅雅，又看看我，眉头皱起来。你爸妈呢？没妈，爸在这儿。那你家还有谁？我说有个奶奶，不是亲的，把我赶出来了。那军官沉默了一下，蹲下来。这是军区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。你要是撒谎，那可是要负责任的。我看着他，认真的说，我没撒谎。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，旁边有人小声嘀咕，这孩子看着挺机灵的，咋说话这么不着调？那军官没理他们，继续问我，你说你爸长得像你，那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吗？我从怀里掏出那张报纸递给他，他接过去一看，脸色变了。旁边几个人凑过来，看见报纸上的照片，也都愣住了。那照片上的人是他们的司令员谭敬亭。那军官猛地抬起头盯着我，你说这是你爸？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旁边有人小声说，不可能吧，谭司令还没结婚呢，哪来的闺女？怕不是认错人了吧？那军官站起身来，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等着，我去汇报。”他转身匆匆走了。我站在门口，牵着雅雅的手等着。姐姐，你爸爸会见咱们吗？会。为啥？因为他是我爸。雅雅眨眨眼，不太懂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门岗里的电话响了。姓王的哨兵接起来，听了几句，脸色变得古怪起来。他放下电话，跑出来，对着那个姓李的哨兵小声说了什么。姓李的哨兵也愣住了，扭头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震惊。很快，那个军官又出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好几个人，有穿军装的，也有穿便装的。其中一个穿着4个兜，肩膀上星星杠杠的，一看就是大官。小丫头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朵朵。朵朵，你今年几岁？5岁。他盯着我的脸，眼眶忽然红了。政委，这孩子，开门，让这孩子进来。我坐在椅子上，雅雅挨着我坐着，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袖子，紧张的不敢吭声。门被推开，一个人走了进来，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，可他的眼睛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忽然就软了。他站在门口，定定地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比报纸上还像，那张脸，那双眼睛，那个下巴，简直跟我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一步步走过来，走到我面前蹲下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朵朵。朵朵，你
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我爸。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。这个穿着一身军装，一看就是大人物的男人，当着满屋子人的面蹲在我面前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旁边的人都愣住了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人小声喊司令员，他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别说话。他就那么蹲着看着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那么看着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用袖子擦了擦脸，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下来。多多，爸爸不知道你的存在，爸爸真的不知道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跟我妈分开了，你不知道她怀了我。你妈她在哪儿？我目前还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算算。他愣住了，旁边有人没忍住，扑哧笑出声来。他回头瞪了一眼，那人赶紧憋住。他转回头来看着我，眼神里全是复杂的情绪。多多，你说你能算出来？好，那你慢慢算，不急。那你这些年是怎么过的？跟奶奶过。奶奶？是外婆吗？不是，是那个买我的奶奶。买你？什么意思？我妈生我的时候被人偷走了，偷我的人把我卖给了刘家庄的一个老太太。那老太太不是我亲奶奶，是花钱买的我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被偷走的？谁干的？冷静，您别激动。爸，你别生气，那个人已经抓起来了。来这儿的路上，我碰见个拐孩子的女人，孩子不是她的，我让人抓她送官了。司令员，这孩子刚才在门口，还说了我们两个哨兵的家事，说的都对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的不得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慢慢蹲下来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大拇指轻轻摩挲着我的脸颊。多多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让你受苦了。没事，不是你的错。他的眼泪又流下来了，我伸手笨拙地帮他擦了擦，他一下子把我搂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，我被他勒得有点喘不过气，但没挣扎。旁边的人都在偷偷抹眼泪，雅雅缩在椅子上看着这一切，忽然小声说：姐姐，你爸爸好喜欢你。这小姑娘是路上捡的，她也被拐了，我帮她找妈妈。好，爸爸帮你一起找。那天晚上整个军区都传遍了，谭司令的闺女找上门来了，传得有鼻子有眼的，说那孩子长得跟谭司令一模一样，说那孩子在门口一语道破两个哨兵的家事，说得神乎其神。谭静婷没管那些传言，她让食堂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清蒸鱼，还有一大碗蛋花汤。我坐在她旁边，面前摆着一个大碗，碗里堆得冒尖。雅雅坐在我另一边，面前也是满满一碗，吃的小嘴油乎乎的。谭静婷没怎么吃，就坐在那儿看着我，看一会儿眼眶红一会儿。我吃着吃着，抬头看她，爸，你怎么不吃？爸爸不饿，你多吃点。你不吃，我也不吃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赶紧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大块肉塞进嘴里。旁边站着的警卫员偷偷笑了。这天晚上，我睡在一间特别大的房间里，床特别大，他坐在床边，握着我的手，就那么看着我。爸，你不睡吗？爸爸不困，你睡吧。你看着我，我睡不着。他愣了一下，笑了，俯下身，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。好，爸爸不看了，你睡吧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眼神像是怕我一眨眼就不见了。门关上了，我闭上眼睛，很快就睡着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睡得最暖和、最安稳的一个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坐在床边了，也不知道坐了多久，就那么看着我。我揉揉眼睛，坐起来。爸，你没睡吗？睡了，刚醒。我看他眼眶底下青黑一片，知道他没说实话，我没戳穿他。雅雅还睡在旁边，全程小小一团，睡得正香。我轻手轻脚下床，他给我拿了一套新衣裳，从里到外都是新的，棉袄是红底碎花的，棉裤是厚实的，还有一双新棉鞋。我穿上新衣裳，站在镜子前看了看，镜子里那个小姑娘，脸蛋洗得干干净净，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，穿上新衣裳，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。她站在我身后，从镜子里看着我，眼睛里全是笑意。好看，我闺女真好看。哇，姐姐好漂亮！你也有。她果然也给雅雅准备了一套同样红底碎花的小棉袄，穿上跟一对姐妹花似的。吃过早饭，爸爸带我去了办公室，办公室里坐着好几个人，有昨天那个政委，还有几个不认识的。他们看见我进来，都站起来，态度客气得很。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把我抱起来放在腿上。多多，你说你能算出你妈在哪儿？能算给爸爸看看吗？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开始转。沈时宜，女，26岁，
南方人，家里有钱，很有钱。跟我爸认识的时候，他才19，在那边上大学。我爸正好在那边执行任务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处了半年对象，感情好的。后来我爸接到命令要调到这边来，等我安顿好了，就来接你。静婷，我等你。可他一走就再也没联系上他，信写了无数封，全都石沉大海。电话打了无数次，永远没人接。我请假去找他，可他搬家了，学校也退学了，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爸爸不知道的是，他给你写过信，写了很多很多，那些信全被我外婆截下来了。他以为你不要他了。他生我的时候大出血，差点没命，在医院里有人趁乱把我抱走了。他醒来发现孩子没了，疯了一样的找，可怎么都找不到。他以为这是报应，以为老天爷惩罚他未婚先孕，把孩子收回去了。他病了好长时间，后来他爸妈把他接走，送出国去，改了名字，一待就是5年。去年他才回来，现在是沈氏集团的总裁，管着好几千号人，身家不知道多少亿。我睁开眼睛，他正紧张地看着我。怎么样？我妈在江城。江城？沈氏集团。沈氏集团司令员，沈氏集团那可是大企业。沈十一那是大名鼎鼎的女企业家，她去年还上过报纸。你确定？确定，咱们一起去找妈妈。他低头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里有心疼，有欣慰，还有一丝丝苦涩。江城离这儿不近，坐火车要1天1夜。他本来想请假送我去，可他是司令员，走不开。小赵、小钱，这2个孩子就交给你们了，务必护送周全。谭司令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爸，我会带着牙牙一起回来的。临走前，他蹲在我面前，握着我的手，千叮咛万嘱咐。到了那儿，要是找不到人，就给爸爸打电话。行了，爸爸派人去接你。要是找到了，也别急，慢慢说。他要是生气，你就说爸爸对不起他，爸爸一直在找他。还有，路上要听赵叔叔、钱叔叔的话，别乱跑，别跟陌生人说话。爸，你别担心，我妈会认我的，她是我妈，我是她生的，她肯定会认我的。他的眼眶又红了。火车开了很久，雅雅趴在我腿上睡着了，口水流了我一裤子。我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、村庄、城市，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想，我妈长什么样？她会不会不喜欢我？她会不会已经有了新的家庭、新的孩子，不想认我这个半路冒出来的闺女？想着想着，我又摇摇头，不会的，我能算出来，他这5年一直在找我。他不相信孩子没了，他总觉得孩子还活着，总觉得有一天会找到。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压着一张照片，是我刚出生时医院给拍的。那张照片他看了5年，边角都磨毛了。他一定会认我的，一定会。沈氏集团的大楼很高很高，高的我仰起头都看不到顶。我站在楼下，牵着雅雅的手，仰着脖子往上瞅。赵叔叔和钱叔叔站在我身后，也是一脸惊叹。这楼真气派，沈氏集团那可是大企业，听说资产上100亿。走进去。大厅里很宽敞，地面亮的能照见人影。前台的小姐姐穿着制服，化着淡妆，看见我们进来，微笑着问：您好，请问找谁？找沈十姨。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没有。对不起，没有预约的话，沈总不见客的。你告诉他我是他女儿，他就会见了。他愣住了，旁边几个路过的人也都愣住了，停下脚步，好奇地打量着我。前台小姐姐愣了好一会儿，才问：您说什么？我是他女儿，5年前被人偷走的那个。大厅里安静了一瞬，然后嗡嗡的议论声响起来。女儿？沈总有女儿？没听说过。沈总不是一直单身吗？这孩子在说什么胡话？前台小姐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。我们是军区的人，这孩子是谭司令的闺女，麻烦你通报一声。前台小姐姐接过证件看了看，脸色变了变，赶紧拿起电话。不一会儿，电梯门打开，一个穿着职业装的女人快步走出来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气质干练，一看就是高层管理人员。她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，仔细端详着我的脸，看了好一会儿，她的眼眶忽然红了。你叫什么？多多。多多。她喃喃重复着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然后把我搂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。我被勒得有点喘不过气，但没挣扎，旁边的人都看呆了。好一会儿，她才松开我，擦着眼泪站起来。我叫周敏，是沈总的助理，请跟我来。
电梯一路往上，停在顶层。电梯门打开，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走廊尽头是一扇深色木门。周敏走过去，轻轻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一个清冷的女声：“进来。”门推开，我看到了她，她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，穿着米白色毛呢大衣，头发披在肩上，露出一张精致的脸。她长得很美，眉眼和我很像，鼻子也像，嘴巴也像，可她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温度。周敏走过去，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她的目光转向我，落在我脸上，就那么看着。我也看着她，好一会儿，她慢慢站起来，绕过办公桌，一步一步走过来。她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我仰着头和她对视，她的眼睛里那层冰好像在慢慢融化。她蹲下来问我：“你叫什么？”我叫朵朵。朵朵。她轻轻重复着这个名字，眼眶慢慢红了。她伸手，手指微微颤抖，轻轻抚摸我的脸。你是我女儿。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。她伸手把我搂进怀里，抱得紧紧的。朵朵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，妈妈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。雅雅站在一边，仰着头看着我们，忽然咧嘴笑了。过了很久很久，她才松开我。她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坐在沙发上，她自己坐在我旁边，眼睛一直看着我，好像怕我跑掉似的。告诉妈妈，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？在刘家庄跟一个奶奶过。奶奶？什么奶奶？就是那个张奶奶，她从别人手里把我带回去的，不是亲的。你是说，你是被别人带走的？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。她握着我的手，握得很紧，紧的都有点疼了。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没看好你，让你受苦了。不是你的错。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算出来的。算出来的。她愣住了。我能掐会算，我先算出我爸是部队的首长，去军区找到他，然后算出你在江城，就来找你了。她呆呆地看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爸叫谭敬亭，是军区的司令员。她的脸又变了变，这次是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。谭敬亭。她喃喃重复着这个名字，眼神里闪过很多很多东西。我爸一直在找你，他给你写过很多信件，都被外婆截下来了。他去学校找过你，可你搬走了。他不知道你怀孕了，不知道我出生了。他找了你5年，一直没结婚，一直在等。她捂着脸哭出了声，我伸手拍拍她的后背，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。她擦干眼泪，看着我问：“那你爸现在在哪儿？”在军区，他走不开，让我先来找你。她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他最近怎么样？”好，就是想念你。她的眼眶又红了。旁边周敏小声说：“沈总，要不您去一趟，公司的事儿我盯着。”她沉吟了一下，点点头。好，我去。她站起来，忽然又想起什么，看着雅雅：“这孩子是路上捡的，他也被拐了，我帮他找妈妈。”她愣了一下，看着雅雅的眼神变得柔软起来。好，我们一起帮他找。火车上，她问起当年的事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她。我刚出生就被带走了，孙老六把我带到了刘家庄，奶奶对我一点也不好，总是让我干活，还不给我饭吃。她听着，脸色越来越白，手攥得紧紧的。那个老太太，她在哪儿？在刘家庄，等你和我爸一起去收拾她。她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当年我写信给你爸，写了很多封，一封都没回。我以为他不要我了。他写了，也都被外婆藏起来了。他也以为你不要他了。”她愣住了，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。我不知道。现在知道了。她点点头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妈妈，以后再也不放手了。你爸他恨我吗？朵朵。不恨，他一直在找你。她的眼泪又涌出来，这一次是笑着流的。火车一路向北，窗外田野、村庄、城市飞快地掠过，
雅雅玩累了，趴在我腿上睡着了。我妈看着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靠着她的肩膀，也慢慢睡着了。到站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站台上，我爸站在那里，他的目光穿过人群，一眼就看到了我们。他快步走过来，脚步越来越快，最后几乎是小跑。我妈站在我身边，看着他跑过来，眼眶慢慢红了。我爸在他面前停下，喘着粗气，看着我妈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妈也看着他，眼泪流下来。时宜，我爸的声音沙哑。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写了那么多信给你，你为什么不回？我也写了，一封都没回。我去找你，你搬走了，我以为什么？以为我不要你了？我怀着你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要你？他的眼泪流下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妈打累了，靠在他怀里放声大哭。我爸紧紧抱着我妈，下巴抵在她头顶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。雅雅揉着眼睛醒过来，看见这场景，懵懵的问：姐姐，他们怎么哭了？他们高兴。雅雅歪着头，不太懂。旁边赵叔叔和钱叔叔默默转过身去，假装看风景，他们才平静下来。他握着她的手，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。多多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找到爸爸，也帮爸爸找到妈妈。应该的。他笑了，伸手把我抱起来，另一只手牵着妈妈。妈妈伸手牵起雅雅，我们4个人往站台外走去。身后赵叔叔和钱叔叔拎着行李跟在后头。夜风吹过来，有点凉，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。沈诗宜站在谭静婷的宿舍里，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他们年轻时候的合影。她笑得眉眼弯弯，她抿着嘴，努力装出严肃的样子，可眼里的笑意藏都藏不住。你还留着？一直留着。他转身看着他，眼眶又红了。他走过去，握住他的手。诗宜，对不起。他摇摇头。不怪你。他拉着他坐下，给他倒了杯热水。这些年，他开口又顿住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他接过水杯，捧在手心里，低着头看着杯子里冒出的热气。我一直在找你，我去过你的学校，可你已经休学了。我去过你的老家，可你爸妈也迁居了。我托人询问过，可怎么也询问不到你的消息。我以为你不想见我，我以为你后悔了，后悔跟我在一起。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他伸手轻轻擦去他的眼泪。我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他握住他的手，贴在自己脸上。我爸妈不同意我们的事儿，他们觉得你配不上我。我跟你写信，他们偷看过，然后把信藏起来。后来我怀了朵朵，不敢告诉他们，偷偷去医院生，可孩子被抱走了。他的声音抖起来，他把他搂进怀里，轻轻拍着他的背。我以为老天爷惩罚我，我未婚先孕，丢尽了家里的脸，所以把孩子收回去了。我病了好长时间。后来我爸妈把我送出国，改了名，一待就是5年。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人的错，是那个老太太的错。他在怀里哭了好一会儿，才慢慢平静下来。朵朵说那个老奶奶是从别人手里把她接回去的，我已经让人去核实了。刘家庄那个老奶奶，底细很快就会查清楚。他点点头，靠在他肩膀上。我们会把她找出来的，那些害你的人一个都跑不掉。我看着他们，悄悄拉着雅雅退出了房间。雅雅仰头问我：姐姐，爸爸妈妈和好了吗？和好啦。那太好了。我牵着她往另一间房走去，走了几步，雅雅忽然问：姐姐，我爸爸妈妈也会和好吗？我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她，她也看着我，眼睛里满是期待。会的，我帮你找。她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那晚我睡得很沉，梦里我看到了很多东西。一个男人抱着娃娃跑得飞快，七拐八绕，最后把娃娃交给了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掏出一沓钱递给那男人，那男人接过去，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，又数了一遍，咧着嘴笑了。老太太抱着娃娃进了门。这是我闺女生的，男人没了，负担不起，送回来给我养。那个娃娃就是我。画面一转，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女人坐在豪华的客厅里，对面坐着一个年轻女孩。中年女人板着脸，语气冰冷：我不同意他，配不上你。年轻女孩倔强地咬着嘴唇：我不管，我就要跟他。哼，你要跟他，就别认我这个妈。
年轻女孩站起来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不认就不认。她转身跑出去，跑得很快。画面又一转，医院里，年轻女孩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如纸。护士抱着一个婴儿走过来，恭喜你，是个女儿。她虚弱地伸出手，接过婴儿，看着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眼泪流下来。多多，妈妈给你取名叫多多，你是妈妈的宝贝。画面再转，病房里空荡荡的。她醒来，伸手去摸床边，空的。她猛地坐起来，四处张望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她尖声喊着：“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”护士跑进来，一脸惊慌：“沈小姐，孩子不见了！”她疯了一样的跳下床，往外冲。可她才生了孩子，身体太虚弱，跑了几步就摔倒在地。我的孩子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我在梦里看着这一切，心里酸酸的。我想喊他，想告诉他我在这儿，可怎么都喊不出声。我拼命的跑，拼命的追，可怎么都追不上他。妈！我终于喊出声来，猛地睁开眼睛，天已经亮了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道金色的光。沈诗怡坐在床边，握着我的手。多多，妈妈在，妈妈在这儿。我看着他，好一会儿才从梦里回过神来。他俯下身，在我额头上亲了亲。做噩梦啦？我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他把我抱起来，搂在怀里，轻轻拍着我的背。不怕，妈妈在，妈妈再也不离开你了。谭静婷站在那里，看着我们，眼眶也红红的。雅雅从她身后探出脑袋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姐姐，该陪我一起玩啦！”我看着她，笑出了声。3天后，调查结果出来了。刘家庄那个老太太，本名张翠花，62岁，年轻时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主。她男人死得早，一个人拉扯大3个儿子，可3个儿子没一个有出息的。老大种地，老二打零工，老三干脆连家都不回。张翠花从20年前就开始买孩子，一开始是帮别人买，从中赚点差价，后来干脆自己买下来，养几年再转手卖出去。附近几个村子有不少人家从她手里买过孩子，都以为她是帮人介绍收养的。5年前，她从人贩子手里买了我，花了2000块。她本打算养几年，等我大一点再转手卖出去。可后来她发现我邪门，动不动就能说出些不该知道的事，她害怕了，不敢卖我，又舍不得扔掉，就这么留了下来。可她不白养我，从我3岁开始就让我干活，挨打挨骂。用她的话说，这叫把本钱赚回来。调查的人还查到了当年偷我的那个男人，他叫孙老六，是个惯犯，专门偷孩子卖。这些年他偷了多少孩子，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。他有个固定的销赃渠道，专门卖给那些想买孩子的人家。张翠花就是他的老主顾之一。孙老六去年犯了别的事，被抓进去了，现在正蹲在牢里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沈诗怡的脸色铁青。我要见他。我安排。2天后，我们去了监狱。孙老六被带出来的时候，我一眼就认出了他，瘦高个，三角眼，嘴角有道疤，走路一颠一颠的。他看见我们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咧嘴笑了。哟，这是来找我算账的。我犯的事儿多了，你们说的是哪一桩？沈诗怡盯着他，目光冷得像刀。5年前，江城第1人民医院，你偷走了一个刚出生的女婴。孙老六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。5年前的事儿，我哪记得清？你说是就是呗。沈诗怡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。孙老六，你真以为我不敢动你是吗？他浑身的气势压得孙老六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缩。你知道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吗？那个女婴是我的女儿。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我女儿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孙老六咽了口唾沫，没敢吭声。你不记得了是吧？没关系，我帮你回忆。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，拍在他面前。照片上是我穿着那件破棉袄，瘦瘦小小的，脸上还有淤青。孙老六看着照片，脸色越来越白。这孩子的眼睛像我是吧？当然像我，他是我生的。孙老六的手开始发抖。谭静婷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孙老六抬头看着他，又看看他身上的军装，脸彻底白了。你偷走的那个孩子，是我女儿。谭静婷的声音冷得像冰。孙老六的腿一软，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他是您的孩子，我就是顺手。你顺手偷走别人的孩子，顺手毁了一个家庭，顺手让一个孩子受了5年罪。你跟我说顺手！孙老六哆嗦着说不出话来。我站在一边，静静地看着他。他忽然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希望。孩子，你帮我求求情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的头低下去，不敢看我。你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我3岁就开始干活，烧火、
洗碗、扫地，干不好就挨打。那个老太太拿扫帚抽我，拿鞋底扇我，拿针扎我。冬天我没棉袄穿，夏天我没鞋穿。吃饭我只能吃剩的，睡觉我只能睡灶台边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该死！我不是人，求你们饶了我。我们走出监狱的时候，沈诗怡牵着我的手，走得很慢，走了几步，她忽然停下来，蹲在我面前。多多，对不起，妈妈没保护好你。不是你的错，现在你找到我了，以后保护好我就行了。她一把抱住我，抱得紧紧的。谭静婷站在旁边，伸手把我们俩一起抱住。雅雅也扑过来，抱住我的腿。我们一家在监狱门口抱成一团。路过的狱警看了一眼，悄悄别过脸去。去刘家庄那天是个大晴天，阳光晒得人暖洋洋的，路边的雪都化得差不多了，露出黑黝黝的泥土。谭静婷开的车，沈诗怡坐副驾驶，我和雅雅坐后排，车后面还跟着一辆，坐着赵叔叔、钱叔叔，还有几个穿制服的。刘家庄还是老样子，土路、土墙、土房，远远就能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。车一进村就引来无数目光，孩子们追着车跑，大人们站在门口张望，狗叫成一片。车在张翠花家门口停下，门虚掩着，我推开门走进去，张翠花正蹲在院子里喂鸡，听见脚步声，抬起头来，她看见我愣了一下，随即脸色一变。朵朵，你咋回来了？我没说话，谭静婷和沈诗怡站在我身后，张翠花看见他们脸彻底白了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想干啥？你不认识我，可你认识他。他指着我，张翠花的脸抽搐了一下，强撑着说：我认识他，她是我孙女。孙女？她是你从别人手里买来的？你跟我说她是孙女？张翠花的脸色变了又变，嘴硬道：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她就是我亲孙女，是我闺女在外头生的。男人没了，养不起送回来的。你闺女在哪儿？叫啥？多大了？住哪儿？张翠花语塞了，沈诗怡一步一步逼近她。说不出来是吧？那我帮你回忆回忆。5年前，你从孙老六手里买了这个孩子，花了2000块。你本打算养几年再转手卖出去，可后来你发现这孩子邪门，不敢卖了，就留着给你干活。张翠花的脸白得像纸，嘴唇直哆嗦，沈诗怡的声音冷得像冰。你让他3岁就开始干活，烧火、洗碗、扫地，干不好就打。你用扫帚抽他，用鞋底扇他，用针扎他。冬天不给他棉袄穿，夏天不给他鞋穿。吃饭只给剩的，睡觉让他睡灶台边。张翠花往后退，腿一软，摔倒在地。她结结巴巴地说：你咋知道的？沈诗怡没回答，只是低头看着她，眼神里满是厌恶。谭静婷走上前，站在沈诗怡身边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张翠花抬头看着她，看见她身上的军装，脸又白了几分。我是这孩子的亲爸。张翠花彻底瘫了，门口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。啥？那孩子不是张翠花的亲孙女？我就说嘛，张翠花对孙女这么狠，原来是啥玩意儿？原来是买的。这老太太缺德啊，买人家孩子还这么欺负。那穿军装的是他亲爸，是个文化人。这下张翠花完了，张翠花趴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沈诗怡蹲下来看着她。我这些年是怎么过的？我生下孩子，还没来得及多抱抱他，孩子就被人偷走了。我疯了一样的找，怎么都找不到。我病了好长时间，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他，醒来就哭。张翠花低着头，不敢看他。我每天都在想，我的孩子在哪儿？他过得好不好？有没有人欺负他？有没有人疼他？我想他想得发疯，想得快要死掉。而你偷走了我的孩子，让他给你干活，让他挨打挨骂，让他受了5年罪。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？张翠花猛地抬起头，哭喊着：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想有个孩子，我没儿没女，我想有个孩子养老送终。你3个儿子都活着，你跟我说你没儿没女？张翠花噎住了，沈诗怡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。你要是真拿她当孙女，疼她爱她，我今天或许还能饶你。可你是怎么对她的？你拿她当牛马，当出气筒，当赚钱的工具。
你还有脸跟我说养老送终？张翠花趴在地上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谭静婷挥挥手，那几个穿制服的走进来，把张翠花架起来。你们要干啥？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我没办法，我花钱买的孩子就是我的。买卖人口，虐待儿童，参与拐卖，你跟我说你没犯法？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路过我身边的时候，忽然停下，扭头看着我，那眼神里有恐惧，有怨毒，还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制服们把他拖走了，院子里安静下来，门口围观的村民还在，可没人敢进来，只是远远的看着。沈世宜蹲下来，把我搂进怀里。多多，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了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点点头。谭静婷走过来，也蹲下来，把我们俩一起抱住。雅雅挤过来，也抱住我们。我们在张翠花家的破院子里抱成一团，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。张翠花被抓走后，我们在刘家庄又待了2天。谭静婷让人把张翠花的房子翻了个底朝天，找到了不少东西，一沓沓皱巴巴的钱，几个破旧的本子，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票据。那些本子上记着的是张翠花这些年买卖孩子的记录，哪年哪月从谁手里买了谁，多少钱买的，后来又卖给了谁，卖了多少钱，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。谭静婷把这些本子交给了专门的人去查，这些孩子能找回来的都要找回来。沈世宜也让人去查了孙老六的案子，把他这些年偷过卖过的孩子都捋了一遍，雅雅就是其中之一。根据孙老六的交代，那丫头是我2年前从南方偷来的，那地方挺大的，街上人多车多，楼也高，具体叫啥名字我真记不清了。雅雅被偷的时候刚满3岁，正跟着妈妈在公园里玩。孙老六趁他妈妈接电话的功夫，一把抱起他就跑。他妈妈追了好久，可孙老六跑得快，七拐八绕的，很快就没了影。后来孙老六把雅雅卖给了驴车上的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本打算养2年再转手，可还没来得及卖，我就把雅雅带走了。听完这些，沈世宜的眉头皱得紧紧的。孩子的妈妈这2年是咋过的？我没吭声。沈世宜握住我的手，握得很紧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也在想，如果他没找到我，他会怎么样？我反握住他的手，轻轻捏了捏，他低头看着我，眼眶红红的。妈妈，你找到我啦？他点点头，把我搂进怀里。雅雅蹲在一边看着我们，忽然小声问：姐姐，我妈妈也会找到我吗？会的。雅雅咧嘴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，那笑容看得我心里酸酸的。2天后消息传回来了，雅雅的妈妈找到了，她叫林婉，是江城人，今年28岁，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。2年前她在公园带孩子玩，接了个电话的功夫，孩子就没了。她疯了似的找，贴了无数张寻人启事，跑遍了江城的每一个角落，可怎么都找不到。她丈夫受不了，跟她离了婚。她爸妈劝她再要一个吧，日子还得过呀。我不找不到女儿，我绝不罢休。她辞了工作，专门找孩子。她加入了寻亲组织，全国各地跑，哪里有消息就去哪里。2年来，她跑了几10个城市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可还是没找到。直到前几天，有人告诉她，警方破获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子，找到了一批孩子，其中有一个跟她丢的孩子情况很像。她连夜赶了过来，我们是在镇上的派出所见到她的。她瘦得厉害，颧骨都凸出来了，眼睛下面青黑一片，一看就是很久没睡好觉了。她穿着一件旧棉袄，袖口磨得发白，头发随便扎着，有几缕散落下来，也顾不上拢。她一进门就四处张望，眼睛急切地在每个人脸上扫过。然后她看到了雅雅，雅雅正坐在椅子上，晃着2条腿，手里拿着个棒棒糖，舔得津津有味。林婉的脚步顿住了，她就那么站在门口看着雅雅，眼泪哗哗地流。雅雅感觉到有人在看她，抬起头往门口看去，她也愣住了，棒棒糖从手里掉下来，啪嗒一声落在地上。她就那么看着林婉，眼睛越睁越大。妈妈，她小声喊，声音怯怯的，像是怕认错人。林婉的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她扶着门框，一步步走过来，走到雅雅面前蹲下。雅雅，是妈妈，是妈妈。雅雅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扑过去，一把抱住她的脖子。妈妈！她大哭起来，林婉抱着她，放声大哭，母女俩抱成一团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旁边的人都红了眼眶，我妈靠在我爸怀里，眼泪流个不停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也酸酸的，可更多的是高兴。雅雅找到妈妈了，真好。哭了很久很久，他们才慢慢平静下来。林婉抱着雅雅，舍不得撒手，一边给她擦眼泪，一边自己又流眼泪。雅雅也抱着她，小脸贴在她脸上蹭来蹭去。她忽然想起什么，指着我说：妈妈，是姐姐救的我，姐姐把我从坏人手里救出来的。林婉抱着雅雅走过来，在我面前蹲下，看着我说：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的雅雅。不客气。她看着我，眼泪又流下来了。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又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沈世宜走过来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：不用说了，我们都懂。
林婉点点头，又看向我，忽然说：“你是那个能掐会算的孩子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的很。雅雅跟我说了，说你算出了他妈妈在哪儿，说你带她来找我。我没吭声，他忽然跪下来，给我磕了个头，我吓了一跳，赶紧去扶他。阿姨，你别这样。他不肯起来，抬起头，满脸是泪。我找了他2年，我快要找疯了，我快要活不下去了。是你把他送回来的，是你救了我的命。我扶着他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沈十一蹲下来，扶着他起来。起来吧，孩子受不起。林婉站起来，拉着我的手，看着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以后你就是雅雅的姐姐，是我的恩人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说，我拼了命也给你办。不用，你好好对雅雅就行。雅雅跑过来，抱住我的腿，仰着头看着我，眼睛亮晶晶的。姐姐，我以后能来看你吗？能。她咧嘴笑了，那笑容比什么都好看。张翠花的案子判得很快，买卖人口、虐待儿童、参与拐卖，数罪并罚，判了15年。宣判那天我去了，张翠花被带上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变了样，头发全白了，乱糟糟的披着，脸上沟壑纵横，眼窝深陷，嘴唇干裂，哪还有当初那个插着腰骂街的泼妇样子？他站在被告席上，佝偻着背，眼睛四处乱瞟，像是在找什么人。然后他看到了我，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要说什么。法官在念判决书，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我。判决书念完，法警把他带下去。路过我身边的时候，他忽然停下来，扭头看着我。你满意了？他张了张嘴，声音沙哑的像破锣。我看着他，没说话。我养了你5年，我给你吃，给你穿，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沈十一的脸色沉下来，上前一步，想要说什么，我拉住他的手，摇摇头。我走到张翠花面前，仰着头看着她。你给我吃的什么？剩饭、馊粥还是干水？她的脸僵了一下。你给我穿的什么？姐姐穿剩下的破棉袄，还是你自己不要的烂布条？她的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你养我，你让我3岁就开始干活，烧火、洗碗、扫地，干不好就打，这叫养我？你买我花了2000块，你本打算养几年再转手卖出去，后来你发现我邪门，不敢卖了。他往后退了一步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我盯着他的眼睛。你现在跟我说，你养了我5年？他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法警把他架起来，往外拖。他忽然挣扎起来，回头冲我喊：你个没良心的，你后悔的！我没吭声，就那么看着他被拖走。沈十一蹲下来，把我搂进怀里。多多，别听他的。他摸摸我的头。谭静婷走过来，也蹲下来看着我。多多，你做得对。我知道。他笑了，伸手揉揉我的头发。旁边雅雅拉着林婉的手，仰着头看着这一切。林婉蹲下来，小声问他：雅雅，那个奶奶是谁？坏人，打姐姐的坏人。林婉的眼神沉了沉，没再说什么。走出法院的时候，天很蓝，阳光很好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觉得空气都新鲜了很多。雅雅跑过来，拉住我的手。姐姐，那个坏人会被关起来吗？会关很久。那他以后还能打你吗？不能了。雅雅咧嘴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张翠花的案子判完后，我们在江城待了一段时间。林婉非要请我们吃饭，推都推不掉。她在一家不错的馆子订了包间，点了满满一桌子菜，还专门给我和雅雅买了新衣裳。雅雅穿着新衣裳，在我面前转圈圈，美得不行。姐姐你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她又转了几圈，咯咯笑着。林婉坐在一边，看着雅雅，眼眶又红了。沈十一拍拍她的手，小声说：别哭了，孩子找回来了，该高兴。林婉点点头，擦擦眼泪，笑了。谭静婷坐在我旁边，给我夹菜，碗里堆得冒尖。我吃了几口，抬头看她。爸，你怎么不吃？吃，这就吃。她夹了一筷子菜，塞进嘴里，又给我夹了一块肉。我看着碗里的肉，又看看她瘦了。这段时间，她跑前跑后处理张翠花的案子，联系警方查找其他被拐的孩子，还要兼顾部队的工作，忙得脚不沾地。她脸上带着疲惫，可眼睛亮亮的，看着我的时候总是带着笑。我夹了一块肉放到她碗里，爸，你吃。她愣了一下，低头看着碗里的肉，眼眶红了。沈十一在旁边看着，抿着嘴笑了。雅雅看见了，也夹了一筷子菜放到林婉碗里。妈妈，你吃。林婉的眼泪又下来了，一顿饭吃得又笑又哭的。吃完饭，林婉拉着我的手，说了很多话，说她这2年是咋过的，说她找雅雅找得有多苦，说要不是我，她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雅雅了。说着说着，她又哭了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拍拍她的手。雅雅跑过来，扑进她怀里。妈妈不哭，雅雅在这呢。林婉抱着她，又哭又笑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住在林婉家，她和雅雅睡一间房，我们一家3口睡另一间。躺在床上，沈十一搂着我，谭静婷搂着她，一家3口挤在一张床上。虽然挤，可暖和。我靠在她怀里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味，
听着他轻轻的呼吸声，心里安稳得很。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：“多多，睡着了吗？”没。他摸摸我的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说：“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应该保护好你的。”不怪你。我翻过身，看着他，月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，照在他脸上，照出他眼角的泪光。我伸手摸摸他的脸：“你找到我了，以后保护好我就行了。”他点点头，把我搂进怀里。谭静婷也凑过来，把我们俩一起搂住。我们一家3口再也不分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去了沈诗依爸妈家，那是江城最老牌的一个富人区，一栋栋小洋楼掩映在绿树丛中，安静得很。车停在一栋3层小楼门口，沈诗依拉着我下了车，门口站着2个人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，一个穿着讲究的老太太。他们看见我都愣住了，老太太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，眼眶慢慢红了。这孩子长得像诗依小时候。沈诗依拉着我走过去，站在他们面前：“爸妈，这是朵朵，我的女儿，你们的外孙女。”老太太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，她蹲下来，双手捧着我的脸，仔细地看着。朵朵，外婆的朵朵。我看着她，没吭声，她哭了，哭得很厉害。老头站在旁边，也红了眼眶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太太才平静下来，拉着我的手，把我领进屋。屋里装修得很讲究，红木家具，水晶吊灯，墙上挂着字画。老太太让我坐在沙发上，她坐在我旁边，一直拉着我的手，舍不得放开。老头坐在对面，也在看我。沈诗依坐在我另一边，谭静婷站在他身后，气氛有点怪。老头看了谭静婷一眼，又看看沈诗依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开口：“是呀，这些年……”沈诗依打断他：“爸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”老头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老太太拉着我的手，轻轻摩挲着：“朵朵，这些年你过得咋样？”“还行。”他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。外婆对不起你，外婆当年……不怪你，当年的事儿我都知道。你们不同意我妈跟我爸处对象，把他们的信藏起来。后来我妈生我的时候不敢告诉你们，孩子被人偷走了，你们以为孩子没了，把我妈送出国。他的眼泪流下来。是外婆的错，是外婆不好。我摇摇头。你们也是为我妈好。他看着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老头也红了眼眶，站起来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。朵朵，外公对不起你。不怪你们。他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。以后你就是我们沈家的孩子，谁欺负你，外公给你撑腰。好。那天晚上我们在沈家吃的饭，老太太亲自下的厨，做了一大桌子菜，恨不得把所有的好吃的都摆上来。老头开了一瓶藏了很多年的酒，给谭静婷倒了一杯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谭静婷赶紧站起来：“小谭，当年的事儿是我老头子糊涂，我敬你一杯，赔个不是。”“叔，您别这么说，该赔不是就得赔不是。你跟我闺女的事儿是我拦着不让，我嫌你是个当兵的，配不上我家闺女。可我忘了，当兵的也是人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。”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谭静婷也干了。老头又倒了一杯，看着我：“朵朵，外公敬你一杯。”“我喝不了酒。”“哈哈哈哈，那就以茶代酒。”老太太给我倒了杯茶，我端起来跟老头碰了一下。老头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。“好孩子，是个好孩子。”那顿饭吃了很久很久，吃完饭，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在客厅里说话。她说起沈诗依小时候的事，说她小时候多调皮，多可爱，说她和谭静婷当年的事，说她后来有多后悔。说着说着，她又哭了。我给她擦擦眼泪。外婆，别哭了，我不是回来了吗？她点点头，把我搂进怀里。朵朵，以后常回来看看外婆，好不好？好。她笑了。笑的眼泪又流下来。从江城回来后，我们的生活慢慢安定下来。谭静婷还是忙，部队的事一大堆，可不管多忙，她每天晚上都会回来陪我吃饭。有时候回来的晚，饭菜都凉了，她就让炊事班热一热，一个人坐在桌边吃，我在旁边陪着她。沈诗依在江城和军区之间两头跑，公司的事放不下，可她又舍不得离开我，就在军区附近租了个房子，每周在江城待2、3天，剩下时间都陪着我。雅雅跟着林婉回了江城，可她天天念叨我，林婉就每周带她来看我。2个小家伙一见面就黏在一起，玩得昏天黑地。雅雅还认了我当干姐姐，日子就这么过着，平淡却暖和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那天晚上张翠花没把我赶出门，我现在会在哪儿？大概还在那个破院子里，蹲在灶台边，捧着半碗凉粥，听着堂屋里的笑声吧。可她没有，她把我赶出来了，所以我现在坐在这儿，有爸爸，有妈妈，有外公外婆，有雅雅这个妹妹，有那么多的人疼我。爱我，有时候想想还真得谢谢他。当然这话我可不会当着他的面说，他现在在牢里，还有14年要蹲，听说他在里面过得不太好，天天跟人打架，3天2头关禁闭。我听了没吭声。沈诗依问我，朵朵，你想去看看他吗？我想了想，摇摇头，不想去。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其实我不是不想去，是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，说他活该，说他罪有应得。这些话不用说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他确实对不起我，可说了又有什么用？他能赔我什么？
陪我这5年的苦，陪我挨的那些打，陪不了，所以不说了。有些事不说比说好。有一天，沈十一忽然问我，多多，你那算命的本事是咋来的？不知道，天生就会。他看着我，眼神有点复杂。那你能算出以后咱们家会咋样吗？我闭上眼睛想了想，然后我睁开眼笑了。咋样？好，特别好。他愣了一下，也笑了。谭静婷从外面进来，看见我们俩在笑，问：笑啥呢？我说咱们以后会特别好。他走过来，把我们俩一起搂住。那当然，有你们在，肯定特别好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心里暖洋洋的。是啊，特别好。后来的事我就不多说了。总之，爸爸和妈妈补办了婚礼，很热闹，来了好多人。雅雅和我当的花童，外公外婆从江城赶来，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又哭又笑。婚礼上，爸爸给妈妈戴戒指的时候，手抖得厉害，戒指差点掉地上。妈妈笑着骂他，瞧你这点出息，可自己眼泪也流下来了。我站在一边看着他们，心里想，这就是我爸妈，真的挺好的。